联合国安理会25号通过决议，要求斋月期间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这是自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安理会首次有停火决议获得通过。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唯一一张弃权票是美国投的。以色列对美国强烈不满，称是美国的外交背叛，并取消派高层代表团访美的计划。美国罕见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维护以色列利益，是否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正在转向？而以色列会否遵守安理会决议，配合停火？来看看分析。据联合国官网介绍，要求加沙停火的第2728号决议由安理会全部10个非常任理事国联合提出。分析指出，这样的安排对此前一再偏袒以色列的美国构成极大压力。3月25号的投票也显示，参与投票的所有15个国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投了赞成票，而拥有1票否决权的美国则投下唯一一张弃权票。决议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停火，最终实现可持续停火，还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以及移除提供大规模人道援助的障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上再次阐明了中方支持立即无条件停火的一贯立场。当前的草案态度鲜明，方向明确，要求立即停火。前一份草案却拐弯抹角，含混其辞。当前的草案要求无条件停火，我们要求当事方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根据决议要求采取应有行动。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4天前的3月22号，美国提出一份关于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被俄罗斯、中国和安理会唯一的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3国否决。阿尔及利亚代表指出，美方在草案中大玩文字游戏。张军当时在解释性发言环节中指出，美方提出的草案几经修改，但在最核心的停火问题上始终回避躲闪，含糊其辞。最终案文没有要求立即停火，同国际社会期待存在巨大落差。中方因此反对，要求立即停火。值得注意的是，第2728号决议是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一份相关决议。此前，美国曾4次在停火问题上实行1票否决，多次阻挠安理会通过巴以问题相关决议草案。外界注意到，为了减少对以色列的刺激，美方代表在投票后宣称，美国投下弃权票的原因是这份决议不具备约束力。他还宣称，由于决议没有谴责哈马斯，因此美方也不能支持这份决议。We fully support some of the critical objectives in this non-binding resolution, and we believe it was important for the Council to speak out and make clear that our any ceasefire must come with the release of all hostages. 以色列立即对坚定盟友美国表达强烈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发表声明，批评美国未运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通过该决议，显示美国立场明显倒退，损害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他还宣布取消原定派代表团本周访美的行程。深圳卫视注意到，以色列驻华使馆还在公众号发布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声明的中文版，强调美国在联合国背弃了他的政策，对美方没有否决第2728号决议表示遗憾。美国白宫对以色列政府决定取消高级别代表团访美行程表示极度失望，认为以方反应过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宣称，美方立场没有变化，认为向拉法展开地面进攻是严重错误的。他还表示，美国高层官员仍然会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会面，讨论以军在拉法的行动方案等问题。据悉，3月16号，以色列内阁已经批准了对拉法的作战计划。这一次的最大看点呢，其实就是美国的态度。那美国的态度呢，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我觉得其实他关心的主要还是一个主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说，本来啊，你看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呢，很像是大哥和这个小弟的关系啊。但是呢，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是越来越不把这个美国呢放在眼里。美国也担心呢，说未来是不是说这个打下了拉法之后，那么在这个战后的这个安排当中，是不是这个美国呢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呢，所以美国现在呢就是想要警告内塔尼亚胡一下，到底谁才有着真正的领导权。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兰特此访美国还带来一份以军的武器愿望清单，并施压美国加快提供武器，以确保以色列继续在中东保持军事优势。在第2728号决议通过后，加兰特表达了不满，并宣称战争将继续。
以色列呢，他希望美国呢能够当然像以前一样，继续的给他提供上这个金钱上的呀、武器装备上的呀，还有就是情报上的这个支援，那么以便他在这个战场上能够这个更加的这个顺利。以色列呢还希望美国呢能够比如说更多的去加大力度安抚这个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比如说埃及呀等等同时呢就是也是威慑吧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不要对以色列接下来的行动呢起到更多的这个阻碍作用。哈马斯对27、28号决议表示欢迎，强调愿意立即进行被扣押人员的交换。哈马斯还呼吁保障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同时确保人道主义救援能够送达加沙所有地区的民众。此前，以军要求加沙城的巴勒斯坦难民向中部迁移。与此同时，斋月停火也出现了一定的转圜迹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前一天，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同意美方提议，考虑释放约700名巴勒斯坦在押人员，以换取哈马斯释放约40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方人员，并称正在等待哈马斯的回应。但外界认为，在第27、28号决议通过后，此事的前景陷入了不明朗，以色列会否反悔成了未知数。巴以冲突的焦点仍在拉法。目前，这座原本约30万人口的小城涌入大量难民，总人数超过150万。一旦以军开展地面攻击，将引发大量伤亡。值得注意的是，反对以军进攻拉法成为美国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与内塔尼亚胡私交甚笃的特朗普25号也警告称，本轮巴以冲突持续正在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声誉。他喊话以色列政府尽快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这种施压的效果会体现在哪方面呢？比如说，我觉得2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说，未来假如说以色列要发动新的进攻计划，可能还是至少在表面上吧，要做出更多的对这个平民，就是减少平民伤亡的这些努力，那么来给国际社会一个所谓的交代吧。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这种妥协呢，有可能会体现在这个战后的安排上，而这也是美国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如何能够让美国呢从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同时呢，如何协调阿拉伯各国呢，在这个战后安排上的这个声音。